2023年3月，硅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和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以及科技和加密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硅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存款规模1720亿美元，而 Signature Bank 是第23大银行，存款规模为880亿美元。两家银行都大量投资于长期国债，随着利率上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些国债价值下降。两家银行还面临流动性问题，因为客户担心银行危机而撤出资金。在银行挤兑下，硅谷银行在3月10日倒闭，其账户损失420亿美元。Signature Bank 在3月12日星期五倒闭，客户撤出了超过100亿美元。他们分别是美国历史上第2和第3大的银行倒闭案例。这些银行的倒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投资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集中度风险。以下是关于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破产的解说。打个比喻，该银行已将其相当大一部分的资产，近3%，投资于到期日为20年的长期国债中，这些国债的固定利率为2%，这意味着该银行期望在未来的20年中，从这些国债中获得可预测的收益。然而，政府突然公布了一项旨在对抗通货膨胀的新财政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因此新发行债券的利率从2%上升到4%。这种利率上涨意味着银行现有的长期债券价值下降，因为投资者现在可以通过购买利率更高的新债券，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果银行决定出售其债券，以重心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新债券，那么它将不得不以亏损的价格出售。此外，利率的上升也意味着银行的借款成本上升，这使得银行从其他金融机构借钱变得更加昂贵，这可能会对银行的流动性状况造成压力，因为银行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其短期债务，如存款提取。由于这些情况的发生，银行的存款人大多数来自科技和加密货币公司，可能会对银行的财务状况感到担忧，并决定提取资金，导致银行挤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可能会破产和倒闭。这些银行的倒闭主要责任在于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管理层和董事会，他们做出了冒险的投资决策，使其面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他们没有太多的散户，并过度依赖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科技和加密货币公司，这导致了自身暴露于集中度风险中。此外，这些银行在多个方面的治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首先，他们没有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下适用于大型银行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或压力测试的约束。其次，他们以工业贷款公司 （ILC） 的身份运营，因此能够逃避一些州级监管。这些公司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而不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管。第三，他们在加密资产方面的敞开度不足，以及在评估方法上存在问题。美国政府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将直接影响人们存款的意愿。目前，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特别授权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保证了在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所有存款。此外，美国政府还将两家银行作为桥梁机构，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直到他们被出售或清算。然而，如果发生更多的银行倒闭，或者存款人失去对较小区域银行的信任，这些措施可能不会起到作用。这两家银行的倒闭给其他银行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涟漪。首先，这可能蔓延到一些具有与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相似敞口或脆弱性风险的银行，正如在硅谷银行倒闭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香港银行股价格的下跌所示。投资者担心其他贷款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他们的倒闭也削弱了为利基市场或创新领域提供服务较小地区银行的信心。其次，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系统性不稳定的风险。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2和第3大银行破产案件，可能会破坏人们对银行业的信心，并引发更多的挤兑或提款。第三，对于依赖银行信贷和支付服务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说，存在经济中断的风险。硅谷银行的倒闭可能特别对科技行业造成伤害，因为美国近一半的风险投资技术和生命科学公司几乎依赖其银行进行服务。第四，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因为他们在银行破产事件中的角色或反应而面临审查或批评的风险。例如，一些民主党人指责2018年的一项对中小型银行放宽监管的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而一些共和党人则指责联邦监管机构或硅谷银行本身的管理疏忽。据马来西亚副财政部长沈志强表示，这对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马来西亚银行机构对硅谷银行的来往有限。然而，可能会产生一些间接影响，例如投资者信心降低、科技初创企业融资渠道减少，以及货币和债券市场的波动性增加。相比之下，马来亚银行与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在规模或业务模式上并不相似。马来亚银行在资产方面要大得多，2300亿美元对比硅谷银行的2090亿美元，并且其组合更多样化。
涵盖不同的部门和地区。马来亚银行也比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更专注于零售银行业务，而不像后两家主要为科技公司服务的企业银行。如果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倒闭，将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它是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是伊斯兰金融的重要参与者。这将导致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丧失、信贷流动的中断、经济活动的收缩、马币汇率的贬值、通货膨胀的增加，并在存款人、借款人和员工中引发社会不安。这也将在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引发羊群效应。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呼吁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和监督。我们还应该要求银行在风险管理、时间产质量、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等方面更加透明和负责任。我们还应该提高自己的金融素养和意识，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为了重新获得信心，我们需要更透明的监管机构、更负责任的银行家、更多样化的投资者、更创新的企业家以及更稳定的政策制定者。考虑到当今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并非易事。像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这样的银行的倒闭，凸显了银行业适当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监督的重要性。虽然银行对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监管，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本期视频到这里，我们下期见。